你歇。妈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一个人在家没意思，过来看看你们。你们平时上班下班什么的，我也好给你们做做饭。哎呀妈，不用，我们都结婚了，都是这么大人了，你这做饭啥的都自己都能干了。我这不是闲的也闲的吗？走。来，我帮你拿。哎，东子啊，你别干了，一会儿等我干，过来先坐会儿。啊，好嘞，妈。东子啊，大美她怎么不在家？哦，妈，她还没有下班呢。不是我说你，你说你们这都结婚半年了，你怎么还让大美上班呢？妈，大美上班的那个地方交着五险一金呢，那不好辞职呀。再说了，我看大美啊，她挺愿意上班的。东子啊，这就是你不对了，我可得批评你哈。回头啊，让大美把工作给辞了，在家里好好养养身体，准备要个孩子，做个全职太太多好。哦，行。你负责在外边挣钱养家，他负责照顾孩子做家务，这才是女人该干的。你看看，你再看看你这房子，结婚的时候你们就结在这里，现在看着多旧啊！你就是不上心，能不能把它翻新翻新啊？妈，在这边住吧，我跟大美上下班都离得近，它方便。要不然就去市区的楼房里住了。哦，对，你们还有楼房嘞哈！你瞧我这脑子，年纪大了就是不行，老忘事儿。赶紧的，东子，把你们的房产证拿来我看看。啊？你看那个干嘛？赶紧的，回屋拿我看看去。不是，你这房产证户主是刘浩东的，这上面怎么就你一个人的名字啊？哦，妈，这个买这个房子的时候，我跟大美还没有结婚呢，当时。那不行啊，你现在已经跟大美结婚了，是不是？这房产证上就应该加上大美的名字，不是俗话说的好吗？一日夫妻百日恩，你这做的有点不地道啊，我可得批评你啊。妈，那现在这个房子啊，它有贷款，那个他必须把所有的贷款还完之后才能再加名字，不，你没还完他不行的。那你赶紧还完啊！他20多万呢，我哪有那么多钱啊？你看看你吧，早就和你说了，你那个工作啊不要干了，做点生意，朝着挣大钱的方向去。你挣那点死工资，他怎么能行啊？你说的倒容易，哪有那么简单啊？东子，东子，大美啊，你回来啦！妈，你怎么来了？啊，我来看看你们，顺便住点日子。啊，行，东子，快去给咱妈洗点水果去。好。闺女，冷不冷啊？不冷，今天还算暖和。妈，最近身体怎么样？挺好的。怎么突然间想来这儿住一段时间了？一个人太闷了？可不是大爹，一个人在家没人说话。哎，对了，大美啊，妈有个事儿想和你说。啥事儿？
这不是你弟弟吗？想买个车，还差10多万，你借给他点儿。啊，我弟这要买车啊？不是，他买什么车还差10多万啊？他看好了一辆20多万的车，他的存款再加上我的存款，凑了10万，这不还差10多万吗？一会儿啊，你跟东子说说，让他凑10万块钱给你弟弟。妈，你说你这买个便宜的不行吗？那有多少钱就买多少钱的。这不是你弟弟要面子吗？再说了，我也说不听他呀。那你也不能这么惯着他呀。哎呀，快别说废话了。一会儿啊，你和东子好好说说哈。妈，你中午想吃什么？东子，你先等会儿，我有点事儿得跟你商量。啊。啥事儿啊？我弟要买车，想跟咱借10万。这买什么车还得借10万啊？他看好一辆20多万的，现在手上已经有10万了，还差10万多。我现在连车都没有呢，他一个小年轻人就想开20万的车啊？那年轻人嘛，都这样。不是，女婿啊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年轻人买个20万的车怎么了？你还是他姐夫呢，10万块钱你就不能给他？我现在外边还有外债呢，是不是？这还有房贷，一大堆开销呢，我上哪给他啊？这我不管，你自己想想办法。妈，你要是这么说的话，那这个钱啊，我是真没有。你这是啥意思啊？你还是不是我女婿啦？给我丢人现眼！闺女啊，你看看，你这是嫁了个什么人啊？刘大美啊，出来一下。刘大美啊，我现在真的是够的了。从你妈一进咱们这个门啊，就嫌弃我让你上班了，要不就嫌弃我这房子破，又跟我要什么房产证，我质问我为什么没加上你的名字。这些吧我都能忍，是不是？他就是来咱家小住一段时间，我举双手同意。但是没这么办事的吧？感情是来我这儿跟我要钱来了。东子，你先别上火了。我知道我妈是有做的不对的地方，但是你说她这次都开口了，不行你就想想办法，帮我弟倒腾点儿。倒腾点儿？我上哪给他倒腾去啊？刘大美啊，我是看出来了，你啊就跟你妈是一条心啊。我这次是真服了，我够了。这样的丈母娘我不伺候了，天天骂我是穷光蛋，还瞧不起我，我还伺候她干什么？我看咱俩的缘分是到头了啊！明天拿着你身份证，咱俩去民政局离婚去。什么？就因为这点小事儿就跟我离婚？对，没错，离婚。